中国出口世界最大硬研掘进机发运格鲁吉亚，为何外国网友评论称中国太棒了，造福全世界？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中国科技发展速度在各国人民看过来都是相当亮眼的，特别是在基建这一块上，更是人称基建狂魔。而印度作为在国际社会上也是一匹小黑马，基础设施和中国真的没得比，甚至很多印度人在常年的洗脑下都不太喜欢中国。但是近日，中国出口格鲁吉亚的硬研掘进机就引发外国网友热议。据媒体报道，近日 YouTube 上的网友对中铁装备集团和中铁隧道局集团联合设计制作的世界最大硬研掘进机正式扬帆起航，远赴重洋，前往格鲁吉亚波济港，用于建设格鲁吉亚南北高速公路勒特仪标隧道建设的消息引论纷纷。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发往格鲁吉亚的是世界上最大直径的硬研掘进机 TBM 中铁859号，也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科技成就。整个机长182米，总重量3900吨，开挖直径可以达到 15.08 米，最大装机功率9900千瓦，拥有主动铰接、双速减速机、含箱同步拼装等针对性功能。在施工中可以达到在不同地质环境中都可以快速施工，既能保证工作质量，还可以保证员工安全，而且价格也是十分优惠。相比美国、德国之类的同类机型，不仅个头更大，挖掘更广，中国的这台掘进机从价格到服务再到实用性能都更加优秀。该媒体翻译了不少印度网友在 YouTube 上的言论，其中相当国际网友对中国都表示了赞许之意。比如这样的，外媒称印度也从中国购买了一些盾构机，真香啊！只有中国才能造得出如此物美价廉的机器。这样的中国太棒了，帮助其他国家发展。以前盾构机是被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公司垄断，价格非常贵，一台就要 1.2亿美元多，而中国价格只有那些国家的2/3，真是造福了全球。还有这样的，印度进口中国盾构机是做对了，你们肯定在修一些伟大的工程，以及我们印度人是2016年那会儿从中国进口的盾构机，很好用，没听说过出现任何故障的。楼上印度人没有被洗脑，说出了良心话。有意思的是，印度修建的第3条地铁项目中，总共18台 DPM 中有8台都是中国公司制造的，其他的不属于中国的，但也是在中国生产的。而今年因为疫情和其他原因，中国帮助指导机器工作的工程师被孟买禁止进入时，印度承包商亲自来中国求学，因为没有中国的帮助，印度的项目就完全开展不了，其中很多东西印度都无法理解，也就完全无法自己安装和指挥工作。像是前段时间有印度人呼吁抵制中国产品时，印度还有专家直接表示，抵制中国产品伤害不了中国，只能伤害印度的这些项目。没有中国这些技术的帮助，印度想要顺利完成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不知道还要花上多少时间呢？为什么美军要给 U2 侦察机装上人工智能系统？难道是想用 AI 杀人吗？更多内容敬请关注。据美国防务新闻近日报道，美国空军已经研发了一款名为 Artu 的人工智能系统，通过机器人算法，系统赋予雷达和传感器权限，被首次安装在 U2 侦察机上进行测试。据官员称，空军在一次训练飞行中，允许一种人工智能算法来控制 U2 间谍飞机上的传感器和导航系统，这标志着被认为是美国军方首次使用 AI。据说此次试验未涉及武器，飞机由飞行员驾驶。美国防部官员仍在吹捧这项试验，称这是人工智能纳入军机的一个分水岭。此消息一经公布，这一话题立刻在航空和军备控制领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空军部长威尔罗伯称，这是第一次。五角大楼前负责人、谷歌前首席执行官艾里克·施密特称，这是首次 AI 集成到任何军事领域的军事系统。空军发言人乔什·本尼迪称，该 AI 系统经过精心设计，没有手动操作，可以在测试环境中激发思考和学习，与电影《绝密飞行》中的艾迪 AI 设计类似。喜欢的军迷网友们可以去观看了解一下。不过飞行员表示 AI 的作用目前非常有限，对于 AI 所承担的任务，它的表现很好。此次2个小时的测试，除了声称 AI 只负责飞机的雷达传感器和战术导航外，没有更多的消息透露，更多细节应该是属于军事机密。如果一个人犯了一个错误并杀死了平民，那将是一场悲剧；如果一个自动系统杀死平民，那将不仅仅是一场悲剧。没有哪位将军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他们不确定该系统是否会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这个问题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内解决，但不会是现在。杨伟总是称，歼20突出的一些特点，当飞机的能力提升后，让飞行员回归为战斗员，专注战斗决策事务上。同时，歼20还在不断升级创新发展当中。言下之意就是人工智能解放了飞行员
员的复杂操作，让飞行员判断做决定是否进行打击。网友评论称，如果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挽救人的生命，那绝对是件好事。如果机器人算法夺走了人类生命比较少的话，那么使用该算法肯定是有意义的。在评估系统时，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数字。当人工智能显示按下发射按钮时，炸弹将袭击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时，您怎么称呼它呢？尽管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就是 AI。南海三座岛礁相当于3艘辽宁舰，为何美国要邀请欧洲军舰介入南海帮忙监视？恰恰证明了美国这一点。敬请关注本节目。12月以来，英国首先称明年将派出最新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进入南海巡航。几天后，德国也称将派出一艘护卫舰进入南海。明年的南海将更加热闹。从表面上看，欧美阵营联合进入南海，将会增加中国在南海岛礁的防御压力。然而，从中国新建设的3座岛礁的部署设备看，恰恰说明美国反而担心中国岛礁有能力威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国内军事杂志《舰船知识》12期推出南海岛礁专题，在多篇文章中披露了中国在南海上建设的3座岛礁的各类基础设置和电子设备的情况，已经推测美国要一口气摧毁3座岛礁需要动用的兵力规模等等重要信息。中国3座岛礁除了形状以外，基本设置几乎一模一样，拥有一条3000米机场跑道，可以起降运20以下基本所有飞机，或者说中国海空军飞机都可以在岛礁起降。每个岛礁拥有24个机库停机位，包括坚固的水泥碉堡机库。岛礁机场附属设置有地下油库和弹药库，按照一座岛礁可以轻松保障36架左右各类战机计算，我国在南海3座岛礁相当于有3艘辽宁舰航母。另外，岸基战机搭载的武器比航母舰载机更多更重，还有轰6也能在岛礁部署，因此3座岛礁远比3艘辽宁舰航母强。现在中国3座岛礁并没有部署大量战机，但是上面的各类高度完备对海、对空、对潜探测体系足够让美国头疼。其中对空方面，每一座岛礁可以对高度低于10米飞行的巡航导弹探测范围是30公里，对于高度1000米以上的常规空中目标探测范围是500公里以上。对于隐身目标也有专门的反隐身雷达，可以让他们在100公里外无所遁形。美国难以用隐身战机对中国3座岛礁进行突袭，基本上只能靠发射大量导弹去堆。别看中国3座岛礁只有一些雷达设施，没有多少战机和战舰保护，一旦情况有变，中国3座岛礁可以马上变成攻防一体海上要塞。除了常规的各类舰艇和战机快速部署到岛礁上，还有最令美国担心的东风17、东风21、东风26和东风100，4种导弹也能部署在岛礁上面。这种高强度部署让中国岛礁不但能应对美国在南海的航母舰队，而且能先下手为强，抢先攻美国航母，甚至连关岛和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都是在东风导弹的射程之内。可以说，高强度要塞化的中国岛礁基本上让美军军舰自西南太平洋没有安全的活动区，因此美国需要长期在南海部署军舰，密切关注3座中国岛礁的状况，必要时甚至牺牲这些舰艇，强行攻击岛礁，延迟岛礁要塞化的进程。现在美国遇到尴尬的情况是，手上没有足够的兵力完成监视中国岛礁的任务。受疫情影响，美国海军活动能力下降不少，尤其是南海区域。我们发现来南海搞事的美国海军舰艇来来去去都是那2-3艘，全是老面孔，没有新面孔，恰恰证明了美国海军缺乏兵力。美国邀请欧洲国家来南海，主要是让他们帮忙监视中国3座岛礁。至于在南海搞事，还得靠美国自己。欧洲国家是不会在毫不相干的南海去过分刺激中国。另外，欧洲军舰的实力决定他们不太会直接下场与中国海军舰艇较量。毕竟中国一艘052D 驱逐舰反舰战力就超越欧洲一众驱逐舰护卫舰。如果055大驱来了，连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也需要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